太空无疑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领域。由于宇宙中隐藏着各种潜在的风险和未知，太空的奥秘可能让人不寒而栗。在这片浩瀚的宇宙中，存在着一个令人心悸的现象——黑洞。这些巨大而神秘的实体一直是科学家们热切研究的焦点。It would be huge, or some other thing, and you'd see it. Right. You'd see a glowing thing. Gotcha. This is dark, and it has huge mass, and it's small. That's 3 smoking guns right there. 最近，著名天文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传来重大消息，我们终于有机会一窥黑洞内部的奥秘，开启了黑洞研究的新篇章。下面我们来跟随泰森的说法，探索黑洞里面的奥秘。在太空探索的各个领域中，有一个现象一直吸引着我们的关注，那就是黑洞。黑洞是宇宙中的一种特殊天体，它们拥有巨大的质量，却在宇宙中占据小小的空间。一旦物体越过黑洞的事件世界，它就再也无法逃脱黑洞的引力束缚，即使视光也束缚其中，黑洞将其永久地囚禁。这些自然力量的神秘性质吸引了科学家们几十年来不知疲倦的探索。黑洞并非随机分布在宇宙中，它们都有一个起源故事。黑洞起源于大质量恒星的残余物，这些恒星在结束生命周期时，经历了戏剧性的超新星事件。超新星是恒星生命周期的结束，它们的外层在爆炸中被抛出到太空，而恒星的核心则经历了引力坍缩。如果恒星的核心质量远大于太阳，那么引力将占据主导地位，核心内部的物质将坍缩到极小的体积，形成一个具有强大引力场的实体，即黑洞。黑洞的大小通常由其质量决定，而核心区域的引力变得无限强，时空曲线急剧弯曲，物质和能量最终被无限压缩。然而，黑洞内部的起点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难题。起点是当某些物理量变得无限大或不确定时出现的点。它们出现在各种理论中，例如大爆炸理论中的起源和黑洞内部的起点。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种能够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因为在起点出现的地方，传统物理理论似乎失效了。量子引力理论是一种尝试统一这2大理论的努力，它试图提供一个解释宇宙和亚原子尺度上时空行为的框架。这种理论可能为起点的本质和宇宙的基本运作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圈量子引力理论是量子引力理论的一种分支，它认为在微小的时空尺度上，时空是量子化的，即由离散的不可分割的单位组成。这些单位通常被称为自旋网络。在量子引力理论中，时空被视为由这些相互关联的环或网络组成，它们代表了宇宙结构的基本构建块。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这些微小的尺度上，时空的离散性质阻止了无限密度和曲率的形成，从而避免了经典广义相对论中出现的起点。在圈量子引力理论中，当物质坍缩到核心时，它不会无限缩小，而是在核心附近遇到了量子反弹，然后开始重新膨胀。这种过程导致了一个新的区域的形成，通常被称为量子黑洞或弹跳区域。这一理论为解决起点问题提供了潜在的途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看法，避免了经典模型中存在的起点。然而，黑洞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理论。不同类型的黑洞提出了复杂的挑战，即使是提出的解决方案也难以在极端条件下解释。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些不同类型的黑洞。首先，我们有恒星级黑洞，它们是宇宙中最常见的黑洞类型。这些黑洞的形成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生命周期结束时的引力坍缩所致。当大质量恒星耗尽其核燃料时，核反应产生的向外压力无法再抵消内部的引力，这时引力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恒星坍缩。这种坍缩使恒星变得非常紧凑，
将大量质量压缩到一个非常小的体积内。恒星级黑洞的质量通常是太阳质量的几倍到大约20倍。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它们的质量相当大，但它们的尺寸却很小，直径只有几公里，这凸显了它们的极端密度。这种高密度引发了事件世界的形成，而事件世界是一个边界，在这个边界之外，甚至光也无法逃脱。这个事件世界实际上是通往黑洞内部的不归路，黑洞的引力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穿越事件世界的东西都会被永久困在黑洞内。接下来是中等质量黑洞，它们的质量通常被认为在数千到数万太阳质量的范围内。中等质量黑洞的形成机制尚未完全清楚，但有2种主要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它们可能是由多个恒星质量黑洞合并而成的，这些黑洞可能形成于高密度的恒星聚集区域，如球状星团或星系核，它们可能在引力相互作用下形成双星系统，最终合并成中等质量黑洞。另一种理论认为，中等质量黑洞是通过早期宇宙中大量气体云的直接坍缩而形成的。这些气体云是原始物质的密集聚集体，可以经历快速的引力坍缩，导致中等质量黑洞的形成。这一过程可能在宇宙形成的早期阶段更为普遍，当时气体密度较高，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今宇宙中中等质量黑洞相对较常见。然后是超大质量黑洞，它们是黑洞家族中的巨人，质量范围从数百万到数十亿太阳质量不等。这些巨大的实体占据了大多数星系的中心，包括我们的银河系。它们对银河系周围的星系和环境产生着巨大的引力影响，并深刻地塑造了星系的演化。超大质量黑洞的形成机制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但尚未找到明确的答案。一个主要的假设是，超大质量黑洞是从较小的黑洞发展而来的，这是通过一种称为吸积的过程实现的。根据这个假设，各种形式的物质，如气体、尘埃和恒星，都会积聚在黑洞周围，形成一个被称为吸积盘的旋转圆盘。黑洞巨大的引力会吸引这个圆盘中的物质，导致它向内螺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物质会持续流入黑洞，释放出大量的引力势能。这种释放的能量形成了一些最明亮和最有效的现象，如带电黑洞。带电黑洞是黑洞领域中引人注目的变体，它们的特点是带有电荷。有2种主要类型的带电黑洞：赖斯纳诺德斯特罗姆黑洞和科尔纽曼黑洞。这2种类型的黑洞表现出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是由黑洞的电荷和旋转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这些带电黑洞在广义相对论框架内有不同的解描述。赖斯纳诺德斯特罗姆黑洞具有电荷，但不旋转。它们的事件世界大小取决于质量和电荷。科尔纽曼黑洞则具有电荷和旋转，这2者的结合导致了一些独特的现象，如参考系拖曳。这种效应意味着旋转的黑洞会扭曲周围时空，产生有趣的引力效应。此外，科尔纽曼黑洞还具有一个内部边界，称为柯西世界。柯西世界与宇宙审查假说相关联，这是广义相对论中的一个猜想。他提出，黑洞内部存在的起点总是隐藏在事件世界之后，这意味着黑洞内的起点对外部宇宙产生的任何潜在影响都将保持隐藏。柯西世界的特性受到黑洞电荷和旋转的影响，因此科尔纽曼黑洞的内部动力学非常复杂。虽然从外部观察角度来看，黑洞可能是不可观察的，但它们仍然提供了有趣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在探索原生黑洞等新领域方面。原生黑洞是一种理论上的黑洞，可能在宇宙大爆炸后的早期宇宙中出现。这些原生黑洞可能起源于具有强烈密度波动的区域，与恒星级黑洞的形成过程不同。它们的存在对于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提出了挑战，因为它们具有广泛的质量范围，
甚至可能包括微型黑洞。微型黑洞是质量非常小的黑洞，通常被认为是在宇宙的早期阶段形成的。这些黑洞的存在尚未得到直接观测，但它们引发了科学家们的好奇心，因为它们可能揭示出我们目前对黑洞的理解还不完善的一些方面。另一方面，与黑洞研究相关的另一项迷人探索是关于具有极端角动量的旋转黑洞，被称为极端黑洞。这些黑洞以最大可能的速率旋转，吸引了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因为它们挑战了我们目前对黑洞物理学的理解界限。无论讨论的黑洞类型如何，一个概念始终伴随着它们：暗物质。暗物质是一种独特的物质形式，占据宇宙质量的很大一部分，远远超过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普通物质的数量。它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不与光或光相互作用。暗物质的存在是通过它对可见物质和宇宙整体大尺度结构施加的引力效应来检测的。尽管我们已经观察到许多不同类型的黑洞，但暗物质的精确性质仍然是一个谜。一些理论表明，暗物质在星系的形成和演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黑洞的产生。它可能充当了星系组装的脚手架，帮助普通物质聚集，从而导致形成像星系这样的巨大结构。暗物质通过其引力影响的方式，从根本上塑造了宇宙中物质的分布，为黑洞的出现创造了合适的环境。有趣的可能性是，暗物质本身可能由原生黑洞组成。如果暗物质确实包含这些原生黑洞，那么它们的引力相互作用可能会塑造早期宇宙的动力学，有可能触发其附近更多恒星和星系的形成。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暗物质本身不太可能直接形成黑洞。根据目前的理解，传统的黑洞起源于正常物质的引力塌缩，与暗物质的关联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然而，旋转的大质量恒星和带电黑洞似乎与暗物质有可能的联系。黑洞中的自旋或电荷的存在可能会延长它们的寿命，并使它们能够长期存在。这可能会将它们定位为暗物质粒子的来源或储存库，从而有可能揭示暗物质的性质及其在宇宙形成和演化中的作用。我们关于黑洞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于对已知黑洞的细致研究。尽管这项工作充满挑战，但我们拥有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工具。例如，位于智利的甚大望远镜 VLT 是这方面的强大资源。它由4个单独的望远镜组成，每个望远镜都有一个直径为 8.2 米的主镜。VLT 配备了先进的仪器，例如用于近红外整体现场观测的光谱仪和多单位光谱仪探索者。这些仪器赋予了仔细检查各种波长的黑洞的能力，提供高分辨率成像和光谱功能，用于全面研究黑洞动力学组成和行为。除了 VLT 之外，还有世界望远镜 EHT， 这是一个全球射电望远镜网络，通过组合来自世界各地多个望远镜的信号，同步观测，有效创建虚拟地球大小的望远镜。EHT 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分辨率水平，能够捕获黑洞的详细图像。2019年的合作创造了历史，捕获了第一张黑洞的直接图像，特别是位于银河 M87 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这一历史性成就提供了黑洞存在的视觉证据，并提供了对其结构和周围环境的宝贵见解。此外，进一步增强我们观察能力的是引力仪器，这是安装在智利 VLT 上的干涉仪器，它结合了从4台 VLT 望远镜接收到的光，创建了具有出色角分辨率的干涉仪。其主要目标是研究黑洞的紧邻区域，包括其吸积盘、喷流与周围恒星的引力相互作用。此外，极大望远镜 ELT 是世界上最大的光学和红外望远镜，建成后主镜直径将达到39米，它将拥有无与伦比的聚光能力，配备先进的自适应光学器件。ELT 将纠正大气扭曲，提供异常清晰的图像。这台尖端望远镜将发挥关键作用，当与ELT一起对黑洞和各种天文现象进行详细检查时，
天文学家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观察到黑洞吸积的动力学、超大质量黑洞的生长以及黑洞与其宿主星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除了直接观测黑洞，还有其他方法来研究它们的属性。恒星绕黑洞轨道运行是一种方法，用于探测暗物质的存在。如果观测到的恒星运动不能仅由恒星和气体云等可见物质来解释，那么在分析恒星轨道时，暗物质对星系内恒星运动的引力影响就会变得明显。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来间接研究暗物质及其在塑造宇宙动力学中的作用。暗物质是一种隐藏且难以捉摸的物质形式，缺乏与光和其他电磁辐射的相互作用，因此检测其存在仅依赖于推断其对附近物体的引力影响。当恒星围绕中心黑洞运行时，任何潜在暗物质施加的引力都会影响它们的路径。但这就是科学家必须采用详尽的研究方法来产生切实影响的地方。一种策略涉及研究双星系统，其中黑洞通过跟踪伴星的轨道运动与伴星发生引力相互作用。如果这种衰变发生的速度比既定物理定律预期的要慢，天文学家就可以评估其轨道衰变率。影响轨道的额外质量可能归因于暗物质。某些双星系统确实表现出了这种现象，这支持了黑洞周围存在大量暗物质的观点。另一种方法涉及天文学家检查黑洞附近恒星的轨道周期，测量恒星完成围绕黑洞运行的轨道所需的时间，并将其与理论预测进行比较。观测到的轨道时间比预期的要短得多，这可能表明环绕黑洞的暗物质产生的额外质量的影响。可以想象，暗物质可能高度集中在黑洞附近。天文学家研究黑洞附近恒星的行为，以测量暗物质的特征。当天文学家们无法直接观察仔细观察的主要成分之一时，他们必须依靠它对暗物质的影响。星际物质穿越事件世界时，它会陷入黑洞无情的引力之中。当物质螺旋靠近黑洞时，黑洞施加的强大引力阻止了物质的逃逸，形成了吸积盘。由于角动量导致它在最终被吞噬之前围绕黑洞运行。著名天文学家尼尔·泰森分享了有趣的虫洞概念。他在 YouTube 视频中探讨了虫洞作为通向其他宇宙的可能性。他深入研究了这些迷人想法背后的物理学。虫洞被描述为理论结构，可以潜在地连接时空中两个遥远的点，创造了宇宙不同部分之间的捷径或桥梁。虫洞仍然是推测和理论上的，但它们已经吸引了科学家和科幻小说爱好者的想象力，因为它们具有实现超光速旅行和星际旅行的潜力。泰森讨论了虫洞的概念，将其描述为具有难以置信的强大引力的空间区域。根据这些理论，黑洞可以作为通往宇宙其他领域的门户或连接，其中的强大引力可能会创造一条通往宇宙不同部分的通道。黑洞内虫洞的发现将彻底改变我们对空间的理解，这表明存在一座连接宇宙遥远区域的桥梁，挑战了我们对空间和空间的传统概念。虫洞的存在可能为星际旅行提供了进入其他星系甚至不同宇宙的潜力。这一发现增加了黑洞的复杂性，这意味着黑洞不仅拥有巨大的引力，还具有维持虫洞的能力。虫洞的存在将提供有关控制黑洞的基础物理和时空本身本质的宝贵见解。如果黑洞虫洞的另一端通向另一个宇宙，那么这个故事就更有意义了。它将支持以下概念：一个多元宇宙，其中有许多宇宙与我们自己的宇宙并存。这个想法近年来在流行文化中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如果这种情况得到证实，它将让我们对这个有趣的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探索这些联系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见解，了解平行宇宙的属性和特征，可能揭示不同的物理定律和控制它们的常数。此外，
黑洞内可穿越虫洞的存在挑战了我们对时间和因果关系的理解，提出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不仅可以穿越空间，还可以穿越时间本身，从而实现过去或未来的旅程。天文学家泰森并不是唯一一个探索与黑洞有关的时间旅行想法的人，有许多理论表明黑洞可能作为自然时间机器。这个概念的一个迷人方面是时间膨胀现象，其中时间的流逝受到黑洞附近黑洞巨大引力的深刻影响，时间可以被戏剧性的拉伸或压缩。与远处的观察者相比，时间流逝的速度会产生显著差异。例如，在黑洞附近待1年就相当于在地球上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这种时间膨胀效应提高了时间旅行的有趣可能性。黑洞内强烈的引力场可能会将一个人传送到一个不同的时间参考系中。黑洞产生的时空的深规律会导致令人着迷的理论场景。可以想象，在黑洞附近，空间和时间会变得如此严重扭曲，以至于它们循环回到自己身上，形成所谓的封闭类时间曲线。这个概念表明时间循环的存在，理论上人们可以穿越一条回到自己过去的路径。但这种类型的时间旅行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在最神秘的时间旅行形式中，开始和结束之间的界限仍不清楚。需要强调的是，冒险超越事件世界，黑洞周围的不归路会带来严重后果。事件世界附近的引力会产生越来越陡峭的引力潮，撕裂任何东西。即使是我们银河系内的黑洞也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切对地球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星球是否会意外地被黑洞吞噬？答案并不简单。黑洞密度极高，具有极强的引力，而银河系中散布着超大质量黑洞。地球直接落入黑洞的可能性极低，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地球将面临重大危险。我们的太阳需要塌缩成一个具有相当质量的黑洞，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不会对我们星球造成严重的威胁。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黑洞 V616 Monocerotis 仍然相当遥远，质量大约是太阳的 6.6 倍，地球需要在大约80万公里内接近它，才会被它的引力撕裂。这样的事件是在我们的一生中极不可能，这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考虑。更遥远的担忧是由于我们的星系与另一个星系在这种假设场景中的潜在碰撞而引起的。引力相互作用可能会将地球推向存在超大质量黑洞的银河系中心。但没有必要担心的是，预计在接下来的40亿年里，这次碰撞不会发生。这为自然进化和我们星球的命运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即使地球确实接近黑洞一侧的事件世界，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靠近黑洞的行星将经历比远端更强的引力，这些潮汐力最终将导致我们星球的彻底毁灭。但是从地球上的角度来看，黑洞内的体验事件世界最初看起来没有变化。至少在短时间内，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球直接遇到黑洞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使我们银河系的超大质量黑洞，其质量已经比太阳大数百万倍，也不会构成直接威胁。尽管我们对黑洞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它们仍然是宇宙中的谜。黑洞的内部结构、暗物质和宇宙中的角色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科学家将继续利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来深入研究这些神秘的天体，以解锁更多关于黑洞和宇宙的秘密。黑洞的研究不仅挑战着我们对宇宙的理解，还为人类未来的太空探索和科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性。无论我们最终发现了什么，黑洞仍将是宇宙中最令人着迷的对象之一，激发着科学家和探险家的好奇心，推动我们前进，探索宇宙中的未知领域。